大家好，延平 Mrs. Gary， 现在开着皮卡房车从承德往这个围场塞罕坝这个方向在开。这次为什么来这儿呢？是因为也有一个任务吧，就是参与一个旅行指南的写作，正好是河北这个部分，我会负责承德和张家口。因为是旅行指南嘛，所以我的风格肯定还是都要走一圈，这样的话对自己的内容比较负责。承德北边是有这个国家1号风景大道，还有这个百里天路。然后张家口那边更多呀，就是草原天路东段、中段、西段，其实都是很长的线路了，很多种玩法，所以我应该会这段时间都会去走一走。这个就是我现在所处的环境。为什么拍这个视频呢？就是今年26年3月份19号到22号在北京有这个国际房车展，是叫我录一个视频。在这个场景我突然想到我想拍一下这个视频，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房车这个东西还是非常方便的。我昨天前天我是在承德，但是昨天我看了一下天气，未来2天承德这个区域是有大风，尤其是在坝上地区围场风宁，风力基本上能到每小时70-80公里。这个风速，尤其是在山脊线上开车，我这个皮卡贝陀它的受风面积又比较大，其实是比较危险的一个事儿。这事儿有点严重，所以我又紧急去调整行程。我今天我就直接从承德往围场那个方向去开，尽量在风小的时候把这个围场、风宁，包括塞罕坝、御道口，还有国家1号风景大道这条线去走了。然后我在路上我就想这个事儿，能让我有机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去调整行程，不用看酒店，不用看住宿，就可以做行程的变更。其实主要就是这个房车，尤其是像我这种皮卡越野的房车，其实是比较糙，但是我在设计建造的时候，无论是空调还是柴暖还是水，都是满足需求的。所以我就觉得房车这个东西对我而言是能拓宽我的一个活动的机动性的，这个自由度是经常能在一些紧要的时候能保证安全，或者是让我很安心。比如说对吧，像我这次从承德往塞罕坝御道口这个方向去开，其实冬天的塞罕坝呢，我可以拍一下，就是现在还没有到，现在还是龙化这个境内，还没有到围场呢。你可以看见远处的山还是比较萧瑟的，而且整个塞罕坝御道口它这个2个大的辖区啊，它冬天理论上是很多地方是不开放的。如果没有房车这个东西，那我这时候会非常头疼。我会想，哎呀，塞罕坝这边哪些民宿会开？这些民宿冬天开的少，现在又是过年的期间，会不会宰客呀什么的？对吧？这些都是我要去担忧的问题。但是因为开着一辆房车，尽管这房车是我自己设计建造的，没有那么酷炫但是会让我这个自驾会非常安心。房车展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了解这个行业的一个窗口。我更多能去分享感受的就是我在基于我自己设计建造的这个皮卡房车，我的一些旅途故事，甚至是围绕这些旅途衍生出来的一些机会，这种机会是对我的一种改变。前几个月我也是开发了一个旅行点位的工具，是已经完成开发了，现在是覆盖了中国大陆地区全部的省份，包括全部的国家的文保单位。一些传统村落非遗的点位，一些比如说国家1、2级的博物馆、风景区，高级别的对吧？这些我全是纳入到这个工具里了，采用一些订阅制。所以房车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功能就是它能把这些事情串联起来。像这种肯定不能说是人迹罕至但是它的餐饮住宿没有那么方便的地方。房车可以进一步去帮助我去走访这些点位，然后才能去输出相应的思考、见闻和一些分享吧。承德张家口它是河北2个面积最大的
城市确实是最复杂，它历史上就是游牧地区和农耕地区的交界线，又是多山，面积又是河北最大，知识的丰富程度、民族的丰富程度都是最丰富的2个城市。我也很乐意把这个东西做实，这个东西也希望能去帮助更多的人去了解河北。经常有的人说啊，就是你到40多岁，很多人会开始信命啊。我以前倒没有这种感受，但最近2年倒还真的会有这种感觉。比如说，我其实出生的地方就是原来热河省的辖区，我也是满族人。然后你像兜兜转转，以前我是做金融的，外资的、国资的，也是有点这个管理层的岗位也有了，对吧？现在可能如果继续干下来是非常稳定的，但是自个儿折腾，或者说按照自己的感觉去走上了完全不一样的一条路。发现我现在在为热河、察哈尔2个地方的这个旅行点位去写。在你绕了很多的圈以后，发现你最后，或者至少在当前这个时点，我在做这个工作，我会觉得是有一种命运的感觉啊。但其实你说命运呢？命运，我觉得，不要去过多未来，去把当下做好，感受当下，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我为什么，刚过完春节我就跑出来，对吧？赶紧赶时间把这些点儿都要去走完，尽量把当前手头的工作做好，然后去往自己想要做的方向去努力。我觉得可能时间长的话，会有一些命运方面的改变吧。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可能是人定胜天啊，你是需要自己去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去抓住一些机会，去努力去探索一些机会，然后可能命运不经意之间就会发生改变。这种改变是好的改变还是不好的改变，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但重要的是在当前的这个时点，你要去加油，要去享受，要去努力，不要去浪费时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一个态度。所以以上就是我在坝上地区塞罕坝去的路上，开着皮卡房车，看着荒凉的冬天的坝上草原，在一些弯弯曲曲的公路上，一点比较真实的感受吧。这种感受，其实你说发出视频来说，我不知道意义能有多大，但是对我而言也是一种记录吧。我也希望说我这种感受，或者说的大一点叫感悟吧，这种东西能帮助一些人，或者给其他人一点力量，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也来看一下这个沿途的景色啊，木兰围场这边我看我拍一下吧，因为我是满族人啊，所以我觉得木兰围场这个地方，进来以后还是真的很亲切。木兰秋显嘛，去打猎，保持这种骑射的传统，保持战斗力。所以200年之后，我又开到了这片区域，会感觉是不是有一些历史的冥冥之中的某种宿命啊？不知道。都看到这儿了，欢迎订阅关注。您可以在官方网站或第三方购物平台搜索延平旅行地图，了解详细信息。我向你保证，我这个人口碑还是很好的。那你就慢慢跟我处。